韩立见到此魔有些意外，同时对此魔的阴狠心中一凛。虽然不知道对方用自残手段变化出来的此剑有何威力，但明显此手段非同一般，他可不敢有丝毫轻视。心念略微一转，他当即停止了法力的注入，猛然双手持剑，将血魔剑一抖，对准剑阵中的魔魂狠狠一剑斩去。他可不会给对方将那古剑威力发挥极致的机会，立刻就发动了攻击。10余丈长的血色剑芒无声无息劈斩而出，森然地向剑阵中压下。剑芒未到，魔魂被铺天盖地的血腥之气淹没，剑阵中的空间一震之后，甚至开始扭曲变形起来，同时四下响起了莫名的嗡鸣低鸣声。魔魂心中骇然，这种情形出现，分明是已经将此剑发挥到极致的表现。而他若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们魔界盛起，人类修士似乎不可能发挥出1半以上的威力，这难道和他刚才变身有关？此魔虽然经历过上古大战，但也不知道后来的人类修士竟研制出了降灵符这种不可思议的符箓，自然对此一阵头大。不过眼下性命堪忧，此魔顾不得细想此事，只能无奈地将才注入些许法力的古剑急忙向上一撩，2颗头颅同时发出一声大喝，一道比血芒小了近半的乌黑剑芒在剑鸣声中从古剑上折射而出，直接迎向了空中的血芒。片刻后，2道剑芒撞击到一起，轰的一声，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巨响从高空传出，2道剑芒瞬间交织纠缠到了一起，一圈圈飓风般的气浪从剑芒撞击处爆发而出，将银发老者吹得向后连退10几步，才堪堪稳住了身形。至于韩立接近元婴中期的高深修为，只是身形晃了几晃，小退半步就不动了。而这魔魂更是视这气浪如无物，根本未动一步，只是脸带一丝紧张注视着天空。让韩立和魔魂同时惊讶的一幕出现了，气浪刚一吹过，一枚乌黑无光的拳头大圆珠在剑芒交织中诡异地浮现而出，并且迅速地扭曲拉长，转眼间一道4、5丈长、尺许宽的黑乎乎东西一下出现在了剑阵上空。韩立一呆之下，尚未明白怎么回事，大片五色霞光就从这长条状的东西中一闪即逝，倾泻而出。因为距离太近，霞光速度太快，魔魂和站在剑阵边缘处的韩立都没有丝毫提防的就被这霞光罩住，然后在一股巨大的吸力下直往空中席卷而去。倒是那退在10几步外的老者侥幸的未被罩入其中。不好，这是空间裂缝。转眼间韩立就醒悟了过来，顿时心中大惊之下，就要强行从霞光中破光而出。但是一提运法力不要紧，韩立唰的一下面无血色，所有灵力蓦然从体内消失，无影无踪，竟没有一丝法力能被提起。韩立现出了一身冷汗，眼见就要被那空间裂缝吞噬而尽，手忙脚乱，只能向下方布阵的青竹风云剑用神识惊慌一招。而同样被吸进霞光的魔魂似乎和韩立面临同样的遭遇，脸上也出现了惊恐之色。霞光一现，韩立和魔魂丝毫抵抗没有，就被吸进了黑色空间裂缝中吞噬了进去。而下方这时才发出了一阵轻鸣声，上百道金色剑光同时在四周浮现而出，然后纷纷化为数尺长的金虹，向那裂缝中激射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远处一声暴怒之极的厉笑声由远及近的传来，接着远处一团黑色魔焰闪了几闪，竟瞬移般出现在了空间裂缝附近。魔焰一闪即灭，现出一具魔神般的巨大身影，正是另一只占据了魔躯的古魔。此魔眼见魔魂被卷进空间裂缝，不禁惊怒交加，丝毫不敢踏入这霞光笼罩范围。不过正看见韩立最后几把青竹风云剑正向裂缝中飞去，想都不想的单手冲这些飞剑虚空一抓，顿时一只巨大的魔爪凭空
在这些飞剑上空闪现，然后一把向众飞剑捞去，结果大部分飞剑轻鸣一声，立刻通灵之极的绕避开来，击射进了裂缝中，只有2口金光躲避不及，竟被魔爪一把抓到了手中，无法动弹分毫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团紫色火球也呼啸一声，不知从何处飞射而来，入山之后竟也跟着飞入了裂缝中。高大的古魔微微一怔，正想要再做些什么举动时，空中裂缝却突然间晃了几晃，迅速的缩小弥合，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地顿时间只剩下古魔和不远处目瞪口呆的银发老者。古魔怔怔地望着空间裂缝消失的地方，脸上神色惊疑不定，猛然脸色一变，一扭头瞅向了老者，狰狞的面孔上露出了暴虐的神色。银发老者一惊，急忙抬手放出了一口黄色飞剑，护住了全身，然后缓缓后退，同时心中暗暗叫苦不迭。但他目光下意识的左右一转之后，脸上又露出了喜色。哎，这不是常道友吗？此地到底出了何事？哟，这是什么魔物？一声淡然的声音忽然从远处传出，一对身穿绿袍的修士出现在了100余丈之外的地方，而为首的一名绿袍老者看着双头6臂的巨大古魔，不禁面现吃惊之色。此人正是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土，其身后的3人则是5行灵婴中残存的3人。不错，老夫也有此疑问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另一方向一句阴沉的话语传出，接着也有10几道灵光飞射而来，人人均是一身黑袍，却是鬼灵门弟子的模样。带队开口说话的正是鬼灵门的中姓长老。这2对修士均看到了空间裂缝消失的最后一幕，一个个全都惊讶万分。这话可说来话长，还是先对付此妖魔再说。不过诸位道友千万当心，此魔厉害之极，稍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。银发老者苦笑一声，只能强打精神如此说道。东门徒和中姓老者面带疑惑互望了一眼，当即也不再说话，立即警惕万分，带领身后修士靠拢过来，将身高数丈的魔物围在了中间。魔魂2颗巨大的鬼头缓缓转动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人类修士，一张面孔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现出了浓浓的杀机，另一张面孔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目中闪过讥讽之色。他也不说话，4只手臂轻轻虚空一挥，4口漆黑如墨的巨大光刃凭空出现在了手中，微微一抖之下，每口巨刃上都传出了刺耳的尖鸣声。银发老者一见这熟悉异常的一幕，脸上马上现出了难看之极的表情。在被空间裂缝吞入的瞬间，韩立只觉得四周霞光刺目耀眼，根本无法直视任何东西，只能紧闭双目，同时因为体内法力丧失，更是只觉得头晕目眩，身体极为难受。相信若不是现在半蛟半人的强韧身躯，他早就忍不住直接昏沉过去。但片刻后，韩立只觉得体内灵力一动，瞬间又通畅了起来，竟恢复了法力。他顿时惊喜，灵光一闪，先恢复了身体的控制，让身体悬浮稳定下来。与此同时，附近霞光狂闪几下，也消溃散去，露出了四周的一切。韩立扫视一眼，身形唰的一下，瞬间遁出了原地10余丈远去，因为那魔魂竟然同样悬浮在空中，几乎和他连接在一起，这怎能不让韩立吓了一跳，急忙避开。这里的情形韩立没有细看，但也无需细看下去，因为此处的空间只有10丈大小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览无遗，没有任何其他人在此，只有他和魔魂2人，这让韩立心中一沉。稍微感应一下就可发现，此地灵气浓密惊人，周边仿佛种着一些灵草灵药，还有一座完整的石亭以及半截走廊。空间的四壁和高空则灰蒙蒙的一片，再无他物，这里竟似是一座残缺不全的庄园。韩立心中诧异，
但现在大敌当前，小命不保，自然无心研究什么。他冷冷望着对面的魔魂，浑身青光流转，两手一握拳，身上金色电弧浮现而出，同时头顶一颗紫色火球从天而降，盘旋在头顶。这团紫罗天火在韩立被裂缝吞噬后的片刻，也通灵匆匆地跟入此地，让韩立稍微安心一些，总算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对面魔魂打量完此地，两张面孔上出现了亚色，但不久就露出了一丝古怪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座0秒元的空间残骸，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，反而让本魔尊躲过了一劫。魔魂扬手一阵狂笑，然后笑声渐止，两颗头颅同时一扭，诡异地望向韩立。韩立冷哼一声，袍袖一抖，数十口金色飞剑从袖口中飞射而出，化为一片剑影抵挡在身前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掺入了庚金的青竹风云剑竟然少了2口，这让他吃惊不小。这些飞剑都是本命法宝，此时竟毫无知觉，没有感应到在何处。看来那2口飞剑丢在了空间之外，没有踏入此地。他心中不禁苦笑连连，若是别的法宝也就罢了，这青竹风云剑可是成套炼制，少了这2口飞剑，不要说大庚剑阵无法布置，就是整套飞剑的威力也会大减不少。这让韩立心中一阵无奈，剑阵指望不上，也只能借助降灵符之力和辟邪神雷以图自保。魔魂见韩立如临大敌的模样，鬼脸上大嘴一咧，长舌一伸一缩，面露狰狞之色，魔气冲天而起，瞬间笼罩了此处空间的大半天地。这不大的空间全魔气滚滚，阴风阵阵起来。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将体内残存的辟邪神雷全都调动出来，顿时身上金光骤射，上百道金弧从全身各处弹射而起，然后眨眼间凝聚为了几条碗口粗的金色电胶，围着韩立盘旋不定，扬手示威。还有如此多辟邪神雷？魔魂露出了诧异的神色，随后冷笑一声，二话不说，两手一抬，2股魔风从手中狂涌而出，和空中魔气交织互应，瞬间化为众多粗细不一的乌黑触手，漫天狂舞起来。虽说辟邪神雷可以克制魔气，但是若是魔气数量过多，自然也是灭不过来。韩立和魔魂都对这道理明白之极，故而一见此情形，韩立脸色难看了下来。最郁闷的是，在这个封闭的空间，原本依仗保命的血遁术算是彻底无用。魔魂一声厉吼，所有触手一起扬起，同时向韩立这边飞扑而来，如同一条条乌黑巨蟒择人而噬，气势汹汹。韩立心中一横，缠绕身上的金色电胶忽然一声吼后，就准备直迎而上。至于那团紫罗天火，则在他神识的催动之下，化为了一道巨大火墙，挡在了韩立身前。眼见韩立拼命就要和魔魂交上手，突然整个空间居然没有征兆的颤抖起来，嗡鸣之声大起，灰蒙蒙的天空骤然白光刺目，随之变成了银白之色。韩立和魔魂均是大吃一惊，手中随之均是为之一顿。这时天空上的云雾一阵翻滚，竟化为了大片银白色火焰翻滚不止。随后在韩立的注视之下，一声巨响传来，一道奇粗无比的银色光柱竟从火焰中凭空射下，正好击在了魔魂所在的位置上。银光所在之处，所有魔气瓦解消融，魔魂更是被直接罩在其中。韩立能够清楚地感觉到，在银光中，魔魂2颗头颅上惊恐的表情，其身躯瞬间被银白火焰包裹其中，刹那间化为了乌有。光柱光芒大放，然后爆裂开来，无数朵银色火花漫天飞舞，将附近魔气扫荡一空，而魔魂原先站立的位置只留下了几件破损不堪的法器漂浮空中，圆环法旗等宝物都在其中。而魔魂一灭，
空中的银色火焰迅速退去，重新恢复了灰蒙蒙的颜色。只有韩立陷入了张木结舌之中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银色火焰，这种厉害的禁制，这好像不是人家的手段。哼，这倒有点意思了。就在韩立不知所措之际，脑中传来了大眼神君的声音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银焰是什么大有来历之物？韩立终于回过神来，脸上全是大喜之色。这般大敌竟然不用他动手，就被此处空间禁制灭杀掉，自然让他惊喜一场。这时他也一抬手，将金虎紫焰和众飞剑全都一一收了起来。